那刚刚呢提到用药啊，其实还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吸入性的这种药物啊，这个挺奇怪的。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吃药啊，吃药打针，这个吸入性的药物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吸入性药物呢，是近几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这个成果。然后呢，就是之前的药物呢是口服的或者是注射的，但是很多这种药物呢，它除了肺以外，它可能会对其他的这个器官是有一定损伤的，尤其是激素。那激素这个药物大家都知道，就是它可能会造成高血糖或者骨质疏松等等、肥胖啊等等这些副作用。但是呢，如果把它变成小剂量的，只吸入，然后把它进入肺，那它对肺的这个优势、优处，那就是非常的大的。那把那些个副作用排除掉，我们只保留这些好处，那这个呢，效果呢是在临床上是非常那个明显的。所以说。医生现在会给慢阻肺的患者会开很多吸入性的药物，而口服性的药物就会很少。但是吸入性药物呢，它在吸入过程中也是有很多的一些方法的。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吸入性的药物啊，其实使用这类药物的时候，往往我们要配合这种吸入的相关的装置来使用它啊。那所以很多的这个患者也会觉得这种装置用起来非常的麻烦，它不像一个药片啊，我可以随身携带啊，无论是出差啊还是去到什么地方，我随时都可以服用它。但这个装置它用起来又麻烦，然后而且使用的过程当中，它不像人这个，比如说我把药片真的吃进去了，是有感受的。很多人会觉得这种吸入性的东西好像效果上没有这个口服药，或者说，我去医院打一针，这个效果更明显，会这样吗？是的，就是吸入的方法对于你对这个药物的利用度呢是有很大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差异的。就是如果说你不会吸的话，很多这种药物可能会存留在口腔，而没有进入到你的这个肺的一个深处。那就还是吃进去了。对，是的，是的，就是这些很多药，就是医生会给你开药的时候会给你讲一遍。如果说你不懂的话，一定要去问医生。然后不同的装置，有的是气雾剂，有的是粉雾剂，所以说它在吸入的时候，可能需要你使进吸气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讲的就是简单说一个比较难的，比如说是一个粉雾剂吧。粉雾剂的话，就是你在吸的时候是打开装置以后，上面有这个装置会自动跳一个号，那个就说明你已经打开了，这个时候随时准备好就可以吸了。那嘴呢，一定要完全包裹住这个吸嘴不要留空隙。在包裹之前呢，先平静的呼吸，然后吐出一口气以后，然后准备吸的时候包裹住这个气口，然后使劲的吸，用你最大的力气去吸，才能把这个整个这个粉末全都那个进入到吸支气管或者是肺泡这个位置，它才能起到作用。所以其实在很多这种情况之下，是由于我们这个使用治疗的这个技术不到位所以导致好像是吸了一个寂寞，什么都没有这个效果一样其实不是这样我们还是要注意多和医生去沟通。那除了规律的用药和我们正确的使用这个相关的装置之外，在稳定期我们的患者和家属我们在家里面还有没有什么一些做法可以能够预防我们的急性加重？因为我们确实还是希望能够守住这份稳定的。有的，对于一个慢阻肺和哮喘的患者，急性加重呢是每一次的急性加重都是一个严重的一个打击嘛。通常呢由这个呼吸道感染、空气污染或者是接触这个过敏源等等诱发，那导致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的症状在短期内的一个急剧的变化，经常需要医院就诊或者是住院。那我们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避免它呼吸道感染，避免接触到这个空气污染，避免接触到这个过敏源，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才能导致它急性加重的一个减少。那具体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和这些风险把它隔绝开来？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案？第一呢，就是建立第一道防线，就是避免诱因。刚才说的，在这个流感的季节，少去拥挤的这个人群或者场所，出门戴口罩冬季注意保暖，避免冷空气直接吸入到气道。或者是这个明确的有过敏源的这些大家一定要远离。第二呢，就是必须要戒烟。那戒烟呢，还有包括是二手烟。戒烟这件事呢，就是它在这个 WHO 呢，它这个组织它是明确的把这个吸烟作为这个慢阻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然后呢，在这过程中呢，无论刚才咱们提到哪些治疗手段，无论是消炎药还是这个吸入性制剂，你做的再好，如果你不戒烟，前面这些都等于是白做了。然后呢，这是最有效的一个治疗手段。
还有就是一个接种疫苗。那每年那个流感的接种疫苗，或者是每5年接种一次肺炎链球菌疫苗。那这个呢，都可以大大降低这个病因。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说是可以导致一个急性的肺炎，它可以把它降低到严重程度一个简单的上呼吸道感染。第3呢，就是坚持康复锻炼，在医生的指导下呢，进行一个力所能及的耐力训练，比如说是散步啊，或者是自行车，或者是呼吸机锻炼，就是用嘴唇使劲呼吸啊，腹式呼吸啊，吹小球啊等等。那有改善的一个活动耐力和呼吸困难的感觉。